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基隆来的非常漂亮的白色 R129的300SL 的分摇盘整修后的引擎回装测试。首先我们来进行第一次的冷车发动。大哥到车子里面来 ，OK， 我们来先做一个今天第一次的冷车发动。大哥打开红火，这个里程数我们看到是7万多，但是它这个里程数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哥试车的时候发现它的速度表会走，但是里程表它数字是不会动的。OK， 好，我们看到水温在40度以下。OK， 大哥进行冷车第一次发动，好，我们看到引擎一顶就着了，好，发动了。而且它现在是有提速状态，转速稍微高一点，因为这是在做提速的做动。我们看到上面有3个表最右边的是袋鼠马达的供电电压是5到6伏之间，OK 的。这中间呢是差压阀流量感知器，大哥已经换新了。它换新之后呢，流量感知器必须要重新校正它的供电电压那最左边我们刚刚看到有负值，那现在变成零值，是代表它在做冷车佳能的补偿。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流量表最右下角现在是2.8代表汽油从这条管子油箱过来从这里流回去之后，它的1分钟的流量是在2.8公升。那最低不能低于2公升，代表说油箱流出来的油是饱满的，那汽油帮补压力也够，才能够达到1分钟回流量2.8公升。那标准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它的汽油帮补是2颗的汽油帮补。汽油帮补大哥看它状况还 OK， 因为2颗换下来会花不少钱。汽油滤芯，大哥看它外表应该也是刚换没多久，汽油滤芯没有换，但是它的蓄压器严重漏油，大哥就必须要更换了。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数值现在是2.6代表说1分钟流回去油箱的油是2.6公升，那是高标准的，代表它的油箱没有堵塞，油箱流下来油是干净的。那在这一点，大哥要建议，因为这部车子从大哥这边出去之后，我们希望每部车子都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虽然说它已经30多岁了，但是缸体不是问题。像这个是 M104 M104 的引擎，它的马力一样是2900多 cc， 但是它的马力已经达到了220几匹的马力，跟6缸的2900多 cc 300SEL 的 M103 12V 的185匹马力差的相当多。至于说它的缸压部分我们看到它缸压部分，它第5缸缸压稍微偏低，就有大概9公升左右，但是其实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缸压稍微偏低是难免的大哥不建议做轻体缸压，它其他都在12左右，但是很标准的30年的老车的多少一点积碳我们只要常常跑高速公路加95的汽油，这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今天风很大，我们来看看，来测试一下它的怠速的稳定。连动都不动的，今天风真的是太大了代表说怠速是稳定的，非常稳定的。引擎角不好了，引擎角的话有空把它换掉，因为引擎角会让我们车子感到车身会震动再来，它的6次喷油嘴全部都换新了，因为它这个是细牙的喷油嘴
我们没有办法做清洗，只能换新而且费用不便宜，一支2000多块，又是换下来就是一笔金额。那再来，它的分油盘部分，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分油盘。它的分油盘部分，因为它柴油把有换过，每一缸出油量平均都在210到220之间，跟标准的190都多了20-30 ml， 代表它这颗柴油把是有换过的，而且换过之后没有校正，造成它的供油量过多，然后有高低不齐，就代表是说它分油盘是堵塞。那经过大哥校正以后，我们看到它的怠速小油门的10分钟流量测试，它数值非常漂亮，几乎等于零误差，所以说它才能感觉到说这部车子几乎都没震动，是因为缸压不是问题，缸压 OK， 怠速稳定，是因为我们的供油量怠速小油门供油量都把它调整到最小的误差。再来还有一点，它的这个油压调整器，大哥把它换掉了，因为油压调整器这东西有两种规格，后3码有001有013， 013的呢是 M24V，M10是24V 引擎在用的，因为它的喷油嘴是细压的，它的起喷压力大概在4公斤左右，所以说它整个系统的供油压力大概在6.6公斤。我们从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OK， 好，我们看，黑点的是7公斤，6公斤在左边。我们看它的系统压力大概在6.8，是因为这个大哥把它换成标准的013。如果说是后3码是001，那是 M103 12V 引擎在用的，那它这个上面的上油室压力、系统压力应该会在5.6。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它已经在6.8，代表大哥已经把这个油压调整器已经换回来了。换回来之后呢，才能够达到足够的压力来启动我们这个细压的喷油嘴。至于再来分天盘的部分大哥也做过整修，但它的打火头没问题，大哥整修过之后 OK， 但是它的分油盘已经故障了。也就是说，它喷油盘有部分断路了，大哥把喷油盘要换掉，不换掉这车子根本发不动。那这个高压线是 OK 的因为这 M104的东西很难买得到，因为它车口数少所以说我们在换这个M104引擎的时候，它的料件我们就找起来就比较困难火星塞OK 的火星塞。它没有换错但是因为火星塞它已经污染了火星塞标准在这边 F8BC0它火星塞没有换错，但是火星塞因为它是小钱大哥还希望再换掉新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这部车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能够在我们陪伴20年分油盘我们看到这分油盘这么干净，这么漂亮，是因为大哥内外都整修过了。那我们希望这分油盘经过30年的使用堵塞之后，它能够再替我们服务20年。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每一个部件，包含油跟电的部分都能够让我们放心，能够快乐出门，安全回家再来。其实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边有个很特殊的地方，你看到它的黑豆干黑豆干它又接一个外接线，这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它黑豆干已经换过了，它已经不是我们 M104的标准黑豆干，它黑豆干应该是坏掉过。那这黑豆干呢如果 M104 这个24V 以前用的，这是 R129这是 C24 300C24， 同样也在它的黑豆干相当贵，一颗要1-2万块。那他的车主呢，应该是换过，然后呢，这个他应该就是用大哥判断他就是用，因为他号码贴掉了，
那大哥应该大哥认为他应该是用那个大水牛W140的320 300SEL 的黑豆干啊，这个就比较便宜。那经过用串接的方式把它线路修改之后来使用。但是大哥测试的结果，其实如果有尽可能还是用它原来的黑豆干，因为它可能牵涉到它的提前角度的关系，加油反应方面事实上是不如那个原来它该用的这个黑豆干。至于说其他部分大哥测试的结果，变速箱相当优秀它变速箱相当优秀。然后从它火星塞大哥烧的程度测试过以后，我们拆下来检查它的火星塞有一点点每一缸都有一点点多多少少吃机油的现象，但是大哥认为这个应该就是因为他从前没有使用停牌所造成的。大哥希望说这车子从大哥离开以后，他身体是非常健康的。一定要1个礼拜一定发动10分钟，纵使我们不开也要发动，因为让油水水跟电能够运转，让它就好像老人家银发族。因为这银发族的话，如果要比喻人90岁报废，车30年应该报废。这30多年的车子继续再开20年，人已经活到200岁了比我们都老，所以还有银发族，身体要保持健康就多运动让它血液循环。所以1个礼拜记得要多发动10分钟这个是大哥对老车最好的建议。那再来就是偶尔跑一下高速公路，把表层积碳把它清掉对车子的变速箱跟传动系统是有帮助的那无论如何，大哥到车子里面来我们看到他车子里面因为长期没有使用停牌，我方向盘看到这已经有很多灰尘。OK 现在水温已经到80度了，这个反应还是相当好的我们看这个转速表有问题卡 KK KK 卡的，这转速表 KK 这个问题我看也不要修了。你常常让车子运转，所有的该动的东西让它运动一下，所以这个整东西就会顺畅了。现在转速大概在1100左右129它转速都会稍微偏高，大概在900左右。我们开冷气看看大概开冷气了转速没有改变关掉冷气关掉冷气转速几乎没有改变，要动一下又回到原来大概在1100，但是这个转速大哥认为不是1100，应该大概在900左右但是转速表是不正确的。我们发现转速表有时候会 KK。 OK 开冷气转速几乎没改变。大哥踩刹车入 R 档转速掉到大概差不多800左右然后 N 档R 档P 档转速大概又回到刚刚的转速。大哥来关掉电门再开冷气的状态，我们做个热车重新启动温度已经到80了这一点就着了。现在转速呢，我看到转速表是在900，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但是这转速表是卡住的转速是一样，但转速表我们看出来数值是不一样那这车主很细心的把这部车照顾得非常好，虽然停牌我们看到它方向盘上面有很多灰尘无论如何这部车子从大哥这边离开以后内装也要重新再清洗过一遍，
跟它的电动窗是不正常的哈，电动窗有点问题。再来，流量感知器大哥放在这个地方啊，流量感知器它已经磨损了。其他的OK， 大哥来。我现在是开冷气，就会很吵。那所有的数据都维持非常的健康。大哥建议，这部车子我们要再开20年，所以说记得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常常开车子对老人家是多运动，身体是健康的。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好，拜拜喽。